深夜11点，杀青宴散场，流金酒店的走廊铺着厚地毯，吸走了所有脚步声，只剩水晶灯微弱的嗡鸣。女演员艾丽披着黑色针织外套，独自走在空旷的回廊里，指尖还残留着红酒的微凉。今晚她刚拿下年度最佳女主，风头无两，可心底的悬空感始终落不下来。剧组众人早已结伴离去，艾丽刻意推脱了后续的应酬，常年拍戏养成的敏锐直觉让她今晚总觉得有人跟着自己，那道视线不灼热，却死死粘在后背，挥之不去。她走到电梯口，按键亮起的瞬间，隔壁紧闭的 VIP 包厢里突然响起清脆规整的掌声，啪啪，不多不少，整整3下，节奏平稳的像被设定好的机械程序，没有半分活人鼓掌的起伏温度。艾丽脚步顿住，回头望去，整条走廊空空荡荡，所有包厢都已关灯落锁，唯有这间门缝里露出一线极淡的冷白光。她记得清清楚楚，半小时前服务员清场时明确说过整层包厢已全部空置。艾丽攥紧手机，屏幕亮度调到最高，轻声开口：有人吗？无人应答，死寂吞噬了所有声响，唯有那3下掌声，每隔10秒准时响起，机械重复，诡异的令人发寒。他犹豫片刻，伸手轻轻推了推包厢门，门没有锁，应声而开，里面漆黑一片，窗帘严丝合缝，挡住所有光线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雪松香气，混杂着一丝陈旧的纸味。手机灯光扫过，空旷的包厢里桌椅整齐，根本没有半个人影。就在这时，掌声再次响起，声源很近，仿佛就在他耳边。艾丽猛地抬眼，灯光扫过正前方的落地镜，镜面干净通透，清晰映出他独自站立的身影。可在他的倒影身后，赫然多出一双悬空的合拢的手，心脏骤然紧缩。艾丽下意识后退半步，手机灯光剧烈晃动，她死死盯着镜面，倒影里只有自己慌乱的脸庞，那双诡异的手转瞬消失，如同从未出现过。死寂的包厢里只剩下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。他稳住心神，缓步走到落地镜前，镜面是整块定制的超轻玻璃，干净的没有一丝指纹，边框精致厚重，看不出任何异常。可刚才那一幕无比真实，指尖相碰的合拢弧度，机械的鼓掌动作，绝非错觉。艾丽抬手轻抚镜面，指尖冰凉。忽然她发现镜子下缘的角落有一道极浅的划痕，像是被细小的硬物刻意刻画过。她压低手机灯光，凑近细看，划痕组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符号，半开的月牙，内部藏着一个极小的点，不是涂鸦，更像是一种专属标记。她从业10年，拍戏见过无数道具符号，剧组暗标，却从未见过这个图案。更诡异的是，划痕崭新，绝不像是常年遗留的痕迹。她拿出随身的便签本，精准临摹下这个符号，随即转身检查包厢的每个角落，餐桌、沙发、窗帘后、通风口，所有位置全部空空如也，无人藏匿。那反复响起的掌声彻底断绝，再无动静。艾丽推出包厢，轻轻带上门，全程没有发现任何录音设备、感应装置，没人藏在这里，没有机关陷阱。可那3声精准的掌声和镜中一闪而过的双手，真实的让她无法忽视。回到酒店客房，她反锁房门，拉上所有防盗链，手机弹出一条陌生短信，无号码，无备注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：你的高光时刻，我全程在场。艾丽背脊发凉，立刻截图保存证据，指尖微微发颤。艾丽一夜浅眠，天光微亮便起身洗漱。落地窗外是城市清晨的薄雾，繁华都市朦胧朦胧，可她心底的阴霾丝毫未散。她反复翻看昨晚的监控记忆，那道粘着自己的视线，从红毯、宴会厅一直延续到酒店走廊，对方没有靠近，没有骚扰，没有留下任何过激痕迹，只是安静固执的旁观。这种极致的克制比直白的骚扰更让人恐惧。普通人的窥探带着冲动与慌乱，而这个人的注视冷静得近乎残酷，仿佛在观察一件精心收藏的展品。他打开社交账号，置顶的获奖动态底下数十万条祝福评论刷屏，他逐条快速翻阅，大多是粉丝的常规祝贺，直到一条置顶级别的热评让他瞬间停住目光。评论内容毫无花哨，
昨晚的3声鼓掌，你收到了吗？发布账号是空白星号，无头像，无简介，无关注，无粉丝，干净的像刻意注册的工具号。这条评论没有点赞，没有回复，却诡异卡在热评前列，位置异常突兀。艾丽指尖悬在屏幕上方，迟迟没有按下回复。对方不仅在现场，还清楚知晓昨晚包厢里的隐秘细节，甚至主动暗示自己的存在，可全程没有任何人发现异常。这人到底藏在何处？他忽然想起包厢的落地镜，瞬间醍醐灌顶。镜子正对走廊，站在镜前便能将走廊所有动静尽收眼底。昨晚他的一举一动，一丝情绪波动，或许早已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。对方不是尾随他，而是一直在终点等他。所有的巧合，所有的视线，都是对方精心设计的精准等候。艾丽深吸一口气，删除了那条诡异评论，清空账号所有陌生互动记录，决定主动探寻真相。新剧开机流程临时延后3天。艾丽难得拥有空闲时间，她没有选择休息，而是驱车赶往城郊的旧影视基地。这里是她3年前爆火剧的拍摄地，也是她人生第一个女主角色的诞生地。老片场早已荒废，铁门锈迹斑斑，园区内杂草丛生，往日的热闹喧嚣荡然无存。风吹过空荡的摄影棚，卷起细碎的落叶，发出沙沙轻响，寂静的有些压抑。昨晚反复回想细节，他隐约察觉那个陌生的符号，诡异的注视感并非初次出现。早在3年前拍摄爆火剧时，他就偶尔有被人紧盯的错觉，只是当时拍戏繁忙，他只当是自己过度疲惫产生的幻觉。他走进曾经的1号摄影棚，道具布景早已拆除，只剩斑驳的墙面和空旷的地面。阳光透过破损的玻璃窗斜切进来，照亮空中浮动的微尘。他走到当年自己专属的休息化妆间，推门而入。房间角落的旧化妆桌抽屉并未完全锁死，艾丽轻轻拉开抽屉，里面没有杂物，静静躺着一封白色信封。信封干净平整，没有灰尘，显然是近期才被放置于此，绝非3年前的遗留物品。信封表面没有署名，没有邮票，只有右下角画着一个熟悉的图案，断开月牙，内嵌小点，和酒店包厢镜面的划痕一模一样。艾丽心跳骤然加速，指尖捏紧信封，缓缓拆开。信纸字迹工整端正，如同打印体，只有短短1行：你每一次入戏，我都记得。艾丽坐在落满薄灰的化妆凳上，反复品读信上的文字，大脑飞速运转。每一次入戏，这句话精准戳中了她最私密的职业状态。外人只看到她荧幕上的光鲜，唯有她自己清楚，入戏时的情绪、微表情、肢体细节是绝不对外展露的隐秘状态。粉丝能记住她的角色、台词、名场面，却不可能知晓她独处拍戏时的细微习惯。入戏前的深呼吸，紧张时指尖轻扣掌心，落泪前瞬间的眼神放空，这些无人留意的细节，对方却尽数知晓。他拿出手机，翻出3年前那部剧的拍摄花絮。花絮由剧组官方拍摄，镜头聚焦全员和正片画面，从未捕捉过他独处的细微状态。可对方的文字却精准贴合他私下的拍戏习惯。对方不是普通粉丝，普通粉丝隔着荧幕观望，而这个人仿佛一直站在他身后，旁观着他所有不为人知的时刻。艾丽忽然背脊发凉，一个可怕的猜想涌上心头，这人或许不是近期才出现，而是默默潜伏了整整3年。她迅速收好信件，装入随身收纳袋，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仔细检查整间化妆间。墙面完好，地面整洁，没有新增划痕或符号，门窗锁具也无撬动痕迹。对方心思缜密，只留线索，不留破绽。走出旧片场时，日光正好，可艾丽的心情却愈发沉重。对方不恐吓，不勒索，不曝光隐私，只是安静留下痕迹，证明自己无处不在。这种无声的渗透，比直白的威胁更让人防不胜防。他清楚，这不是结束，只是对方的初次正式试探。回到市区公寓，艾丽将自己封闭在屋内，拉严窗帘，隔绝外界所有喧嚣。她把酒店镜面符号、陌生短信、片场信件3条线索逐一罗列，试图找出共通规律。她先核对时间线，第一次产生被注视的错觉是3年前旧剧拍摄期，第一次出现明确符号标记是本次获奖当晚，
第一封专属信件出现在3年前的专属化妆间，3条线索精准绑定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。更诡异的是，所有事件的时间统一性，获奖当晚的3声掌声精准落在他拿下奖杯的同一秒。陌生短信发送时间是他走出诡异包厢的瞬间，片场信件出现的时机恰好是他重回旧片场的前夕。对方仿佛能精准预判他的所有行动轨迹，同步拿捏他的每一步动向。艾丽排除了跟踪的可能，短时间内跨越酒店、旧片场2个相距数十公里的地点，精准布置线索，绝非普通尾随能做到。他尝试搜索那个月牙带点的神秘符号，全网无任何匹配结果，不是通用 logo、宗教符号、影视彩蛋，完全是私人专属标记。对方刻意自创符号，就是为了让他独自看懂，无人能接。手机再次亮起，又是一条无号码短信，内容依旧简短：你在找我，我知道。艾丽指尖一僵，她全程独处查线索，做推理，没有告知任何人，没有任何对外动态，对方却精准掌握她的所有动作。艾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再被恐慌裹挟。她开始复盘流金酒店 VIP 包厢的所有细节，试图找出对方留下的破绽。那晚包厢门窗完好，无藏匿空间，无录音感应设备，堪称完美密室。可密闭的空房间里，真实响起了3声掌声，镜中真实出现了陌生手掌，绝非幻觉。他打开当晚自己拍摄的短视频，视频里背景安静，唯独在他驻足包厢门口时，隐约传出3声极轻的拍手声，和他记忆里的节奏频率完全一致。视频不会骗人，这彻底坐实了诡异事件的真实性。艾丽反复放慢播放速度，逐帧比对画面，终于发现一处细微异常。她站在镜前时，镜面的反光亮度有极其短暂的微弱变化，不是灯光晃动，是镜面本身的反光质感出现偏差。正常玻璃反光均匀稳定，而那一瞬间，镜面深处像是有一层薄薄的叠影，如同双层玻璃中间加了异物。一个大胆的猜想骤然浮现，那面镜子不是普通装饰镜，而是双向透视镜。正面是工人映照的普通镜面，背面可透视可观测。所谓的空包厢从来都不空，有人一直站在镜子背后的夹层里，静静看着他。那晚的掌声不是隔空出现，是镜后人的真实声响，隔着玻璃轻微衰减，显得空灵诡异。镜中多出的双手是背后人影透过双层镜面折射出的重叠虚影。所有无解的诡异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双向镜的猜想让所有零散的线索瞬间串联起来。艾丽顺着这个思路回溯过往，猛然惊觉自己或许早已活在对方精心搭建的布景之中。长达3年之久，影视基地的摄影棚，酒店的 VIP 包厢，活动现场的后台化妆间，这些他高频出现的私密空间大多配备定制落地镜。这些镜子看似普通装饰，实则可能全是双向透视镜。对方不需要贴身跟踪，不需要偷拍录像，只需提前改造镜面，就能永久拥有一个完美、安静、不被察觉的观测视角。3年来，他所有拍戏的状态、独处的情绪、私下的模样，都透过层层镜面被人尽数窥探。所谓的粉丝关注、影迷偏爱，根本不是表层的追捧。对方痴迷的不是荧幕上光鲜亮丽的演员艾丽，而是镜头背后最真实、最私密的他。这种极致的窥探与注视，偏执得令人胆寒。艾丽终于读懂了那句“你每一次入戏，我都记得”的深层含义。对方记得的不是剧集剧情，不是角色人设，而是他入戏时真实的情绪起伏。细微的肢体动作是专属于他本人的独一无二的细节。恐慌彻底蔓延开来。他过去3年无数个独处的瞬间，无数次卸下伪装的时刻，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静静旁观。对方隐忍、克制、耐心极强，潜伏3年，从未暴露自己，只为完整收藏他的所有模样。恐惧过后，艾丽迅速清醒。对方隐忍3年才主动现身留线索，说明此前一直选择隐藏，本次主动接触必然有目的。既然对方一直在暗处观察自己，那他便可主动布局，反向试探。他不再躲避，不再被动等待，打开小号社交账号，发布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动态，内容简洁直白：我看到镜子里的你了，没有多余情绪，
没有恐慌质问，只有平静的告知，这是他的第一步试探。他要验证对方的观测边界，到底能窥探到自己哪些行为，是公开动态，还是私密操作，亦或是自己所有的想法与动作都在对方掌控之中。发布动态的第10秒，手机立刻弹出陌生短信，速度快得没有丝毫延迟。你终于看见了，简简单单5个字，没有惊讶，没有慌乱，反而带着一种等待已久的释然与笃定。对方不仅能看到他的私密动态，还能实时捕捉他的每一次操作，每一个决定。艾丽心脏沉到谷底，同时更加确定，这个人极度了解他，熟悉他的性格、思维，甚至预判他的推理节奏。他立刻进行第2步试探，在便签里写下疑问：你是谁？目的是什么？刻意不发送，不对外展示，仅保存在手机本地。片刻后，短信再次抵达：我是唯一看懂你的人。艾丽彻底认清残酷的现实，自己已经没有绝对私密的空间。手机、社交账号、日常轨迹，甚至细微的心理活动，都被对方精准掌控。对方的窥探能力远超他的想象。他开始冷静剖析对方的身份范围，能长期接触他的拍摄场地，参与镜面改造，熟悉他的行程排布，必然是身处他圈层之内的人，绝非外部普通粉丝。剧组工作人员、场地运维人员、合作方人员都在可疑范围内。可他从业多年，待人温和细致，从未与人结怨，也从未察觉身边有人异常偏执。对方隐藏得太过完美，混入人群之中，毫无破绽，如同透明人般潜伏在他身边。艾丽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盲区。作为演员，她常年习惯表演，习惯对外展现完美、温和、得体的一面，习惯性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与软肋。所有人看到的她，都是精心塑造的公众形象。身边的工作人员、朋友、合作伙伴，熟悉的都是荧幕上，舞台上的她，无人真正了解她独处的模样、真实的性格与内心的执念。唯独这个暗处的人，看完了他所有无人知晓的真实瞬间。对方所谓的看懂，不是追捧与喜爱，而是一种极致、透彻、不带温度的洞悉。他比所有人都了解真实的艾丽，却始终沉默旁观，默默记录，潜伏至今。为了缩小排查范围，艾丽连夜整理出3年前旧剧的全部工作人员名单，导演、编剧、场务、道具、化妆、场地运维，近100人名单铺满桌面。他逐一回忆比对，3年前的拍摄记忆缓缓浮现，一个模糊的细节逐渐清晰。整部剧拍摄周期3个月，剧组最后一排固定有一个空位，那个位置不属于任何主创，没有专属工位牌，却永远干净整洁，从未堆放杂物。他曾随口询问场务，空位为何一直空置？当时场务回复，是场地预留的运维观察位，偶尔有人巡查，无需摆放工位。拍戏期间，他偶尔余光扫过，空位始终安静无人，久而久之，他便彻底忽略。如今回想，那个空位正对主摄影镜，角度绝佳，既能完整捕捉镜头画面，也能悄悄观察片场所有人的状态，尤其是他的一举一动，位置隐蔽，不参与工作，不引人注意，完美适配潜伏观测的需求。艾丽立刻翻出3年前的剧组大合照，合照全员到齐，唯独那排末尾的位置空着。照片备注标注场地运维临时岗位，无固定人员，没有姓名，没有影像，没有记录。这个人彻底隐藏在了剧组的空白档案里，所有线索都指向这个无名之人。3年前潜伏片场观察他，3年间辗转各大他出现的场地，改造镜面持续窥探。本次获奖后主动现身，步步引导他发现真相。艾丽盯着合照里的空白位置，心神沉静，她不再恐慌，开始顺着对方的行为逻辑推演全貌。对方3年隐忍不发，从未打扰他的生活，从未影响他的事业，直至他登顶获奖才主动现身，绝非恶意加害。对方的所有行为都带着极致的对称感，他每一次事业进阶，对方就留下一次线索；他每一次自我突破，对方就主动递进一次接触。他站得越高，对方的存在感就越强。他尝试反向共情对方的心理，长期旁观，完整见证他的成长与蜕变，看着他从新人演员一步步登顶影后，全程陪伴，却始终隐于暗处。这种极致的旁观早已超越普通关注，
变成一种偏执的执念。手机短信再次到来，内容印证了他的猜想：你每前进一步，我就离你近一点。文字依旧工整冷静，没有狂热的偏执，没有卑微的追捧，只有一种平等的、长久的陪伴式注视。艾丽指尖微动，回复了第一条主动消息：你想要什么？对方回复极快，依旧精准秒回：想要你看见我。简单5个字，道尽所有潜伏的目的。3年隐形旁观，只为一朝被他知晓，被他看见。这一刻，艾丽终于明白，对方所有的诡异举动，所有的线索铺垫，都不是恐吓，而是一场漫长且卑微的求关注。只是方式太过隐秘，太过偏执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对方的诉求简单纯粹，却更加烧脑难解。只求被看见，不求见面，不求交流，不求名利。这种极致的执念，绝非普通粉丝的追星心态，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。艾丽坐在灯下，反复翻看信件、短信、符号线索，忽然捕捉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：对方所有文字、所有标记都极致克制、极致规整，没有任何个人情绪的宣泄，没有自我表达，全程只有对他的观察与记录。对方的世界里，似乎只剩下他的存在，所有行为、所有等待、所有铺垫，全部围绕他展开。这种单向的、极致的专注，像极了一面镜子，只映照他人，没有自我。一个颠覆此前所有猜想的念头骤然浮现：这个人或许不是追随者，不是影迷，而是活在他镜像里的另一个自我。对方见证他的所有高光与低谷，陪着他成长，依附他而存在，没有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为了验证猜想，艾丽对着台灯缓缓抬手，做了一个缓慢的鼓掌动作。3秒后，手机短信弹出：你终于主动回应我了。对方精准匹配他的动作，如同镜像复刻，完美同步。他尝试快速抬手、停顿、低头，每一个细微动作，对方都能瞬间对应反馈，没有延迟，没有误差，仿佛两人共享同一套感知系统。这种极致的同步，绝非普通人可以做到。镜像猜想太过荒诞，艾丽强行压下思绪，回归现实线索。她重新梳理3年前的剧组人员档案，重点排查所有短期入职、无名无籍、临时运维的工作人员，筛选到最后只剩一个空白记录。拍摄中期，剧组曾聘用1名临时道具助理，入职1月，无实名登记，无合影，无工作备案。拍摄结束后立刻离职，彻底消失。剧组临时岗位流动性大，短期兼职无详细备案实属正常。3年来，无人留意这个空白的名字。可结合所有线索来看，这个无名临时助理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道具助理恰好能合理接触所有片场道具、镜面设备、场景布置，拥有改造镜面、预留观测位置的完美权限。岗位普通，存在感极低，最适合长期潜伏，不被察觉。艾丽顺着这条线索追问当年的道具组长，对方回忆许久，只记得那个临时助理性格极度沉默，不爱说话，从不合群，永远默默做事，做完就推至角落，几乎没有存在感。所有人都默认他是普通临时工，无人深究身份。道具组长唯一的印象是，那人眼神很干净，看人时不狂热，不谄媚，只是安静地看着，像在认真观察一件作品，而非追捧一个明星。零散的人物画像逐渐完整，沉默、内敛，极致专注，观察力惊人，无社交，无存在感，擅长隐藏自己，耐心极强，做事极致规整，拥有偏执的坚持。艾丽忽然读懂了对方所有行为背后的心理。一个在人群中彻底透明，无人关注，无人记得的人，却用3年时间专注注视着光芒万丈的自己。他的世界荒芜孤寂，而自己是他唯一的光。他不伤害，不打扰，不占有，只是默默旁观，静静陪伴。他看着他从平凡走向璀璨，看着他收获掌声与荣光，仿佛透过他的人生弥补了自己人生的空白与遗憾。这不是病态的骚扰，而是一场无声的、卑微的自我救赎。他借着观望他的人生，支撑着自己度过荒芜的岁月。3年潜伏，无数个独处的日夜，他都在镜面之后默默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获奖当晚的3声鼓掌，不是诡异的恶作剧，是他3年陪伴的祝贺，是他隐忍许久的心声，是他第一次鼓起勇气让自己的存在被他察觉。镜子符号
片场信件、实时短信，所有隐秘的线索都是他小心翼翼递出的信号。他不求靠近，不求相识，只求被他知晓，自己曾全程陪伴着他的每一段旅程。心结逐渐通透，艾丽不再恐惧，心态彻底平和下来。他对着空旷的房间轻声开口，主动开启第一次平等对话。我知道你在看着我，3年，辛苦你了。话音落下，10秒不到，手机短信准时弹出，文字依旧工整，却多了一丝细微的温度。能看着你变好，不辛苦。没有夸张的辞藻，没有偏执的情绪，只有简单真诚的回应。艾丽缓缓追问：你为什么不敢出现？对方沉默许久，这是首次回复延迟，良久才发来文字：我是暗处的人，不该出现在你的光里。这句话彻底击碎了艾丽最后的防备。对方有着极致的自知与克制，清楚自己的渺小与透明，从不妄想跻身他的光鲜世界，只愿默默驻守在暗处，做他最忠实的旁观者。你想要我怎么做？艾丽轻声询问。对方的回答依旧纯粹：不用改变任何事，你继续发光，我继续看着你就好。他的诉求卑微到极致，从未想过打扰他的人生，只求维持现状，默默陪伴。艾丽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心底五味杂陈。3年无声的陪伴，极致的隐忍与克制，没有任何恶意，只有纯粹的守望。这场诡异的窥探从惊悚悬疑慢慢变成了令人动容的沉默守护。艾丽决定停止反向试探，不再刻意挖掘对方的身份。她清楚，以对方的隐藏能力，只要不愿现身，自己永远无法找到他的踪迹。与其穷追不舍，不如顺着对方的节奏，摸清最终真相。她开始正常生活，正常工作，按时参与新剧筹备，恢复日常社交与拍戏节奏。她不再刻意回避镜面，不再警惕身后视线，坦然接受对方的旁观。奇妙的是，当她不再恐惧，坦然接纳后，身边的诡异感彻底消失。没有频繁的短信，没有隐秘的线索，没有莫名的声响，一切回归平静，仿佛所有诡异经历都是一场幻觉。对方彻底收敛了所有外露痕迹，退回了最初的静默旁观状态，不打扰，不提醒，不现身，安安静静守在暗处，看着他继续奔赴自己的人生。艾丽明白，这才是对方原本的样子。此前所有的诡异事件，所有线索铺垫，只是他在确认自己是否被察觉。如今目的达成，他便主动褪去所有存在感，绝不干扰他的生活。可越是平静，艾丽越觉得暗藏玄机。3年完美隐藏，一朝主动现身，随后立刻收敛所有痕迹，进退有度，分寸绝佳。这份极致的克制，绝非普通人能拥有。这场故事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。新剧剧本送达，艾丽翻开扉页，忽然想起3年前那部爆火剧的结局。那部剧的收官镜头是女主独自站在镜前，告别过往，奔赴新生。镜头极简，留白极多，也是她最出圈的名场面。她一直以为那个绝佳的镜头构图、留白设计是导演的神来之笔，可如今回想，拍摄当天导演原本定的是双人收尾镜头，临开拍前突然临时改镜，换成单人镜面独白。当时他只当是拍摄常规调整，如今细想，那场临时改镜太过突兀，没有剧情铺垫改动，没有拍摄问题，毫无缘由就更换核心收尾镜头。艾丽翻出当年的拍摄日志，终于找到被所有人遗忘的细节。临时改镜的提议来自当时在场的一名道具工作人员，那人提出单人镜面收尾更贴合人设内核，氛围感更强。导演采纳建议，才有了后来的封神镜头。而那个提出改镜的道具工作人员，正是3年前那个无名临时助理。所有人都记住了镜头的惊艳，却无人记得这个幕后提议者。那一刻，艾丽骤然惊醒，对方不仅仅是旁观者，他人生最惊艳的荧幕高光早已悄悄被他雕琢过。他默默参与了他的辉煌，却永远隐于幕后，无人知晓。顺着这个线索深挖，艾丽发现更多被遗忘的细节。3年前拍戏时，他多次状态低迷，情绪卡顿，无法入戏。每次陷入瓶颈时，总会有细微的无人在意的道具微调，帮他快速找到状态，调整灯光角度，微调镜面反光，挪动道具位置。这些细碎微小的改动，精准贴合他的入戏习惯，无声帮他铺垫情绪，带入角色。当时所有人都归功于导演与灯光师的专业把控，无人留意背后的细微调整者。如今想来，所有精准的微调都出自那个无名道具助理之手。他默默观察他的入戏习惯，
情绪节奏表演短板，悄悄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打磨每一个镜头，助力他的高光时刻。他比导演更懂他的表演节奏，比化妆师更懂他的状态适配，比粉丝更懂他的荧幕魅力。他全程参与他的爆火之路，默默雕琢他的每一次高光，却从不争名，从不现身，不求回报。所谓的3年旁观，从来不是冷漠注视，而是一场无声的温柔的陪伴与成全。他看着他成长，也悄悄助力他成长，用自己的方式托举他的万丈光芒。艾丽的心情愈发复杂，自己一路以来的顺遂与高光，背后竟藏着一个彻底透明的陌生人的默默付出。所有人都在追捧他的结果，唯有他守护了他的全过程。夜幕降临，艾丽坐在公寓落地镜前，平静地看着镜中的自己。她没有恐惧，没有戒备，轻声开口：我现在真正看见你了，不是诡异，不是窥探，是你的陪伴与成全。这一次，手机没有收到短信，房间没有任何声响，没有任何及时反馈。可艾丽清晰地感觉到，那道萦绕3年的视线，此刻变得柔软温和，不再冰冷陌生。她终于彻底读懂了对方的所有行为逻辑。他前期的诡异试探，不是恶意骚扰，只是想确认自己3年的默默陪伴是否能被正主看见，被正主知晓。他要的从来不是打扰，而是一份双向的知晓。世人看见的是他的光芒万丈，唯有他看见他的挣扎、疲惫、隐忍与坚持。他见证过他无人知晓的低谷，也陪伴他登顶所有高光，全程不离不弃。艾丽缓缓抬手，对着镜面轻轻回敬了3下鼓掌，节奏平稳，温柔真诚，复刻了那晚包厢里的声响。这是他对他3年无声陪伴的回应，是跨越明暗的双向致意。掌声落下的瞬间，镜面反光微微闪烁，像是无声的回应。没有短信，没有声响，却让整个空间的氛围彻底改变。紧绷3年的隐秘对峙，终于化作温柔的双向和解。和解之后，艾丽想要为这份无声的陪伴留下一点痕迹。她再次翻找3年前的剧组档案、入职记录、场地签到表，想要找到那个无名助理的任何一点信息，哪怕只有姓名与照片。可所有相关记录全部凭空消失，临时入职登记表空白，场地运维日志缺失，道具组排班记录断层，所有能证明它存在的纸质、电子档案全部被彻底清空，无痕删除。他不仅活在人群的盲区，更彻底抹除了自己的所有存在痕迹。3年剧组生活，无数次场地出入，反复的镜面改造，没有留下半点可追溯的线索，干净的从未存在过。艾丽忽然顿悟，对方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彻底隐匿的准备。他不求姓名被记住，不求功劳被知晓，不求身份被探寻，只想永远做暗处的旁观者，不被世俗打扰，不打乱他的人生轨迹。越是找不到痕迹，他越能感受到对方心境的纯粹。世俗的追捧皆有所图，名利、关注、偏爱，皆有欲望裹挟，唯独他一无所求，一无所取，只愿默默守望，安静陪伴。他不再执着于寻找他的身份，转而选择尊重他的隐匿。最好的回应，不是强行揭穿、强行相遇，而是接纳他的存在，守护他的隐秘，不负他3年的默默成全。新剧开机仪式当天，艾丽走进全新的拍摄片场，后台化妆间依旧配备定制落地镜。她下意识看向镜面角落，目光瞬间定格，镜面下缘依旧刻着那个熟悉的月牙带点符号，划痕极浅，隐蔽细微。若非她早已熟记这个标记，根本无法察觉。新场地、新道具、新镜子，却出现了一模一样的专属符号。这意味着，无论她去往哪个城市，哪个片场，哪个陌生空间，只要有镜子的地方，他就会提前抵达，悄悄留下标记，默默驻守等候。他的全世界都被他温柔覆盖，没有短信提醒，没有声响试探，没有任何打扰，只有这个安静的符号，默默告知他：我依旧在，从未离开，一直陪着你。艾丽抬手轻轻拂过划痕，心底一片平和。曾经让他恐惧的诡异标记，如今成了最安稳的信号。它代表着长久的陪伴，无声的守护，不求回报的成全。开机仪式顺利进行，镜头开启，他迅速入戏，状态绝佳。拍戏间隙，他余光扫过镜面，清晰知晓
那道熟悉的视线依旧在暗处静静停留，温柔且坚定。新剧拍摄进度顺利推进，艾丽渐渐习惯了这份隐秘的陪伴。她不再刻意警惕镜面，不再回避暗处视线，坦然接受自己的人生。始终有一个专属的、唯一的隐秘观众，亿万粉丝隔着荧幕追捧她的作品，沉迷她的角色，为她的剧情喜怒哀乐，为她的高光欢呼喝彩。可那些观众爱的是荧幕上虚构的角色，完美的人设，耀眼的明星光环。唯有暗处的她，看过他所有不完美的模样，看过他拍戏疲惫的憔悴，卡戏后的焦虑，独处时的脆弱，低谷时的迷茫，看过他卸下所有伪装后最真实、最普通的一面。他是唯一一个完整看完他全部人生的观众，不滤镜，不美化，不偏爱人设，见证他的光鲜与狼狈，坚强与脆弱，却依旧选择默默守护，从未远离。拍戏熬夜的深夜，片场空荡寂静，所有人尽数离场，唯有他独自复盘剧本，镜面反光柔和。他清晰感知到那道安静的视线，如同长夜不灭的星光，默默陪伴他度过每一个独处的深夜。这份无人知晓的陪伴，成了他私下最安稳的底气。世人万千追捧皆浮华，唯有一人看透他所有平凡，依旧坚守陪伴。日子平稳推进，艾丽愈发清晰地感受到对方极致的分寸感。他的陪伴永远停留在安全边界之内，绝对克制，绝对尊重，从未有过半分越界。他只旁观，只守护，只陪伴，绝不干预他的任何选择。他接戏、拍戏、社交、生活、做决定，无论对错好坏，他始终沉默旁观，不干涉，不提醒，不阻拦，不诱导。他清楚区分自己的位置，只是观众，不是参与者，只是守望者，不是掌控者。他守在暗处，静静看着他书写自己的人生，绝不插手分毫。有一次拍摄危险戏份，工作人员反复叮嘱注意安全，粉丝纷纷留言担忧，唯独他全程安静旁观，没有任何提醒，任何动静，仿佛漠不关心。可戏份结束后，艾丽在化妆镜角落发现，原本极浅的符号被轻轻加深了一点弧度，细微的变化无人察觉，只有他知道，那是他无声的牵挂与担忧。他的情绪永远藏在最细微的痕迹里，不打扰，不张扬，不外露，极致克制，温柔至极。这份独有的默契，成了两人之间无人知晓的隐秘连结。拍摄空档，艾丽偶然从旧同事口中听到一个尘封3年的细碎传闻。3年前剧组拍摄末期，曾有一名年轻工作人员意外遭遇变故，不得不彻底离开原有行业，消失在所有人视野中。传闻模糊，无人深究，只知那人性格极度内向，无亲友，无社交，无牵挂。出事之后便彻底销声匿迹，如同人间蒸发，再无人见过。艾丽顺着这条微弱线索深挖，拼凑出破碎的真相。那个无名临时道具助理，当年并非主动离职，而是遭遇意外，深受创伤，无法再从事台前幕后工作，也无法正常与人社交。他无法融入喧嚣人群，无法拥有正常人生，只能彻底隐匿自己。而唯一能支撑他走过灰暗岁月的，就是片场里闪闪发光，永远热烈鲜活的艾丽。他把自己全部的期许、向往、对美好人生的渴望都寄托在他身上，看着他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耀眼，就如同自己也跟着拥有了光明人生。3年无声守望，不是偏执的窥探，是绝境中的自我救赎，也是对美好唯一的向往。他在黑暗里借着他的光，熬过了无人知晓的漫长岁月，真相彻底揭开。艾丽终于读懂了所有隐忍与克制。她不愿现身，不是不敢，是不能。她早已远离正常生活轨迹，习惯了黑暗与独处，无法适应光明喧嚣的世界。她不愿让自己破碎灰暗的人生，打扰到她的光明璀璨，所以她选择永远隐于暗处，只守望，不打扰，只陪伴，不纠缠，用最温柔的距离守护最纯粹的向往。所有的诡异试探，所有的隐秘线索，所有的无声陪伴，瞬间有了最温柔的底色。没有恶意，没有偏执，没有欲望，只有绝境里的仰望和跨越岁月的纯粹祝福。他在泥潭与黑暗里静静看着它在阳光下生长绽放。它是他荒芜人生里唯一的亮色，是他灰暗岁月里唯一的救赎与希望。
艾丽彻底放下了所有戒备与猜疑，心底只剩温柔与敬畏。她不再想要寻找他，揭穿他，遇见他。最好的温柔就是尊重他的隐匿，守护他的独处，成全他的守望。不必相见，不必相识，不必相知。你在暗处守望我，我在光明不负你。各自安好，彼此成全，便是这段隐秘羁绊最好的结局。知晓全部真相后，艾丽的心态彻底蜕变。曾经她拍戏、成长、精进演技，是为了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梦想、自己的人生。如今她多了一份温柔的使命感。她知道自己的每一次进步，每一次高光，每一次绽放，都在悄悄治愈暗处的那个人。她活得热烈、坦荡、耀眼，就是对她3年守望最好的回应。她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，每一场戏份，每一次舞台，更加努力打磨演技，精进自我，奔赴更好的未来。她要替他好好看看光明的世界，替他圆满未曾圆满的人生。这是一场无人知晓的双向成全。他在黑暗中守护他的光明，治愈他的疲惫，陪伴他成长。他在光明中愈发耀眼，用自己的璀璨救赎他的灰暗岁月。世间千万陪伴，皆有目的与取舍，唯独他们隔着明暗边界，互不打扰，互不纠缠，却彼此支撑，彼此治愈，彼此成全。新剧拍摄愈发顺利，艾丽的状态前所未有的松弛通透。镜头里的她鲜活灵动，气场全开；荧幕外的她温柔坚定，内心安稳，无人知晓。这份松弛与底气，来自暗处无声的陪伴。新剧杀青当晚，剧组举办简单的杀青仪式。散场之后，艾丽独自留在空荡的片场，站在熟悉的落地镜前，镜面干净通透，月牙符号依旧安静停留在角落。今晚过后，她将离开这片片场，奔赴下一个行程。她不知道下一次相见，下一次符号出现会在何时何地，或许依旧默默追随，或许就此止步。手机在口袋里轻轻震动，是时隔许久的一条陌生短信，也是他3年来最长的一段文字。你不必知道我是谁，不必寻找我，不必记得我，你只管永远发光，就是我全部的圆满。没有不舍，没有留恋，没有遗憾，只有纯粹的祝福与成全。他在悄悄告别，温柔退场，不带走任何痕迹，不留下任何牵绊。艾丽眼眶微热，轻声对着镜面开口，我会永远发光，也会永远记得，有人曾在暗处温柔守护过我的整段人生。这是他唯一能给予的回应，即是对他所有无声付出，所有隐忍陪伴，所有纯粹救赎，最郑重的回馈。离开片场的清晨，天光澄澈，微风和煦。艾丽最后回望这片陪伴她数月的场地，镜面的月牙符号依旧清晰，安静如初。她没有做任何改动，没有擦拭符号，没有留存痕迹，就让这个专属标记永远留在这片片场，留在这段隐秘温柔的岁月里。自此之后，无论她去往哪个城市，哪个片场，哪个活动现场，镜面之上再也没有出现月牙符号，没有短信，没有视线，没有细微的试探与陪伴。他彻底消失了，干净利落，无声无息，如同从未出现过。3年潜伏守望，无数个日夜的默默陪伴，无数次细微的温柔成全，最终悄然落幕，不留一丝痕迹。没有告别仪式，没有再见话语，没有伤感羁绊。他完成了自己的守望，治愈了自己的岁月，也成全了他的成长，便选择温柔退场，彻底归于黑暗。世间再无那个隐于镜面之后的守望者，再也没有那双安静注视他的眼眸，再也没有独属于两人的隐秘默契与温柔羁绊。1年后，艾丽斩获顶级影视大奖，彻底站稳顶尖演员行列，成为万众瞩目的实力派影后。荧幕之上，她演技精湛，光芒万丈；荧幕之外，她温柔坦荡，从容通透，全网千万粉丝为她欢呼，媒体争相报道她的成长与蜕变，世人皆赞她天赋出众，努力坚韧，一路顺遂，无人知晓。她的璀璨人生背后，藏着一段无人知晓的温柔羁绊。颁奖当晚，聚光灯耀眼夺目，掌声轰鸣不息。站在最高领奖台上，艾丽手持奖杯，目光平静温柔，望向台下无尽人海。她没有专属看台，没有固定观众，没有熟悉的暗处视线，可她心底始终清楚，曾经有一个人用3年黑暗守望，
换他一生光明坦荡。获奖感言最后，他轻声说了一句无人读懂的话：所有站在暗处依旧心怀光明的人，终将被岁月温柔以待。全场掌声响起，无人知晓这句话的深意。镜头扫过他温柔坚定的眉眼，直播画面传遍全网，无人知晓这是他跨越明暗，对那个无名守望者最温柔的回馈与祝福。故事最终没有凶手，没有案件，没有正邪对立，只有一场极致克制、纯粹温柔的隐秘救赎。他借他渡黑暗，他替他赴光明，双向成全，各自圆满，归于无声，归于星光。